哥，要不要先去吃一点东西才回家？我想去一个地方。爸的完美形象，全都是假的。我爸爸，他竟然是个傻瓜。我不认为你爸是凶手。你每次都这么说，却查不出证据，不要再自欺欺人。 对不起，可是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爸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爸，我还来不及跟你说再见，你就走了。 其实，我从来不想跟你说再见。仿佛上一秒心跳已无法前进。 有一些挣扎，怎么都还要继续。黑夜渐渐逼近，却不留痕迹，吞噬每个生命和每一寸回忆。当黑夜找到了迷失的心灵，也许爱。 刺破了彼此生命，眼泪悄悄抗拒，却是那么透明，让人都看不清。但时间将揭晓所有谜底，揭开所有黑暗的心灵。这里面就是李爱琴被杀的命案现场。哥。 你今天的状态不是很好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别勉强，改次再来。我可以的。哦，你说的啊，不要等一下又说我逼你来查案。他还没骂你啊，大清早吵醒我。sorry。李爱琴逃来这里，可是却被凶手追到。那时他的小腿已经被打断，所以不可能走得太远，他应该是从附近的地方逃出来的。 警方有没有查出什么线索啊？他们查问过周围的居民，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可疑的人。那李爱琴被禁困了3个星期，还能找机会逃出来？依我看，这个凶手不是个谨慎的人。 为什么不逃跑？为什么逃跑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想那个凶手应该是怕被人看见，所以就把李爱琴从那里搬到前面的转角处，然后把她杀了，跟着逃跑。他的脸上有被抓伤的痕迹，头发也很大力的被拉扯。这种攻击方式很像是女性，凶手会不会是女人？如果是女人，她应该没有力气把她搬走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啊？这个人怎么会在这里？是我叫他来的，不过我没有叫他这样做啊。
没什么，我是想试一试啊，感受一下李爱琴被杀的那一刻，她看到什么？哦，那你有看到什么吗？没有。哼，你叫他来干什么？是他要帮忙查这个案件啊。我不需要人帮忙，更不需要别人插手我的案件。刚一哥，我之前当赏金猎人的时候啊，就听过你的外号，叫铁钉。每个案件被你盯住呢，铁定会破案。哇，原来你有这个外号，我都不懂。这是行内人给面子取的外号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刚一哥，其实我也说不上是来帮忙的，我呢是来向你学习。哦，这样啊，好，那你就不要搞乱，站在一边慢慢学东西。OK。哥，在这里你还感受到什么？凶手在攻击李爱琴的时候，情绪有点慌乱，或许李爱琴突然逃走，让凶手措手不及。李爱琴的死因是什么？凶手是用钝器之类的东西敲中她的后脑部，这一下就要了她的命。这最后一下的力气很大，一般女人是没有办法办到的。会不会是还有其他凶手？那最后下手的是男性凶手？有可能。李爱琴生前住在大学宿舍里，前面就是她的房间。这张是她的床。请问你们是谁啊？哦，你好，我姓邱，私家侦探，我是来调查李爱琴的命案。Oh my god！ 你是笛声，你真的是笛声啊！是。我叫黄丽琪，是这里的宿舍生。没想到可以在这边遇见你，我是你的书迷耶。请问？Sorry 啊，安哥 ，Sorry 啊，我真的是你的书迷耶，你每一本书我都有买。对了，你下一本小说要出了吗？我等了好久好久哦。快要出了，我等会才告诉你一个故事。你先让我知道李爱琴的事情。啊，好啊。爸，我给你介绍，她是我学生丽娜。你好，我叫雪晴。Hello。我们直接再联络吧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你不怕跟他有太大的代沟吗？我跟她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。不过我刚才明明看到你们一起吃午餐吧。哎，叔叔，那么早，又来片早餐吃？坐下来一起吃吧。昨天晚上有人在大学宿舍附近发现陈丽娜的尸体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她是被人杀死的。你先告诉我，你跟陈丽娜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就是师生关系啊。大哥，我现在是以弟弟的身份来跟你说话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跟这宗命案有没有关系？那怎么跟命案有关呢？我问过大学的人，他们都说你跟陈丽娜有私情，你怎么会搞上个女学生？我跟她真的是师生关系。这宗命案根本跟我无关。那2个星期前，你送陈丽娜进医院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那是因为她不小心割伤自己的手腕，她根本是自杀。他为什么要自杀啊？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昨天晚上8点到11点之间，你在哪里？刚毅，我只希望你能信任我。那你就跟我说实话，不然我怎么帮你啊？你去了哪里啊，爸？ ，有没有人可以作证？快告诉叔叔啊！
其实爱情是个心地非常好的女生。不久前，我听说她被性骚扰，可是她都没有追究，也没说出是什么人做的。他在哪里被人性骚扰？好像是在宿舍外面的附近。那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陌生的男生在这里出没？没有哎。其实最近我也觉得好像有人一直在监视着我，很没有安全感。不过看到你之后，突然觉得安心很多。哥，你怎么自己走出来了？我刚才看到一个男生，觉得有点可疑，所以追出来看。不过他已经走掉了。他长得怎么样？大约30岁左右，比我高一点点。我总觉得他蛮眼熟的。他怎么会走进女生宿舍的？肯定有古怪。会不会就是性骚扰李爱琴的男人？他被性骚扰过。是他失踪前发生的事。刚刚丽琪说，李爱琴不想追究这个疑犯。我觉得李爱琴跟这个疑犯是认识的。我们分头去问问宿舍的员工嘛。嗨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是私家侦探，我们想问关于李爱琴的事。哦，就是那位被杀的女生啊，年纪轻轻就死了，好可怜哦。你跟他熟吗？不是很熟嘞，不过听说她是一个很乖的女生，真的很可惜哦。我也听说她最近被性骚扰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哎呦，我听人家说她好像被人家非礼啦。那这里最近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吗？我倒没有留意啊。我刚刚看到那个宿舍走廊有人烧冥纸，你知道是谁烧的吗？我咯，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拜拜一下，让那些学生能够安心嘛。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没事了，谢谢你打扰了。啊，不会，我去工作了。叔叔，你有什么发现？我认得他，他就是当年其中一个证人。他说案发当时看到你爸走进女生宿舍。你是不是想追雪清？这个问题啊，我暂时没办法回答你。千万不要乱来，因为你会被我盯死的。我有个妹妹啊，可以说是我抚养长大。我有时会为了保护她，也会过于紧张，总是担心她会被男人欺负，受到伤害。所以你这种感受，我非常理解。自从雪晴的爸去世以后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亲人。我们相依为命，就像父女一样。虽然他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。为人父真的不简单。其实雪清的父亲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这个人很不简单啊，心机很深。在聊什么啊？没什么，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。我是在问你叔叔，刚才那个宿舍女工是怎么回事？是关于我爸以前的事。这是家事，外人不要问这么多。我想起那个男生是谁了。什么男生？刚才我在宿舍外面看到一个男生，他是我爸以前的学生来的。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，是因为爸有跟我说过，他是成绩最好的学生。他怎么会溜进女生宿舍的？肯定有古怪。我现在马上去查他的底细。叔叔，你需要这么急吗？哥，坐那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坐这里？你不要介意啊，我叔叔的人是这样的。我不介意，其实我蛮欣赏他的。
雪清啊，你的父亲是邱刚正教授。你认识他？我以前听说过他的案件，没想到你是他的女儿。嗯。小时候，因为我太过敏感，常感受到别人的情绪，所以就开始避开人群，变得有点孤僻。是我爸让我知道，别人会认为你是怪胎，是因为你先认定自己有问题。只有他能跟我沟通，也最了解我。我也以为我很了解他，原来一切都是假的。你认为他是凶手吗？其实案件到了现在还是个悬案，不过几乎全世界都认定我爸是凶手。那你可以告诉我，这整个案件是怎么发生的吗7年前，在大学宿舍附近的建筑物里，找到了一名女生的尸体。她叫陈丽娜，是我爸的学生。当时就有留言说，我爸跟她有私情。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已经跟警方解释过了，他们也认为我跟命案无关，只是一场误会。不要担心。你是不是把国外交流生的位置留给陈丽娜？你对她有明显的偏爱，根本不是普通的师生关系。丽娜是个优秀的学生，我的确很欣赏她，但是不像外人所想象的那样。现在网上有你和她约会的照片，我也亲眼看到你们亲密的举动，怎么可能是误会呢？别人可以不相信我，为什么连你也这么问？这些是陈丽娜送的。既然你不相信我，就不需要再听我解释。那时我爸常常出门，也不交代去了哪里，问他，他也不愿意说，好像在隐瞒些什么。那天晚上，他有说他去了哪吗？过后不久，有人出来作证，就是刚才我们见到的那位宿舍女工。她说，案发之前看到我爸走向女生宿舍，过后，陈丽娜就被杀了。那除了他，还有没有其他证人？当时有人上载了一段录影在网上，清楚地看到我爸走向宿舍。录影的时间刚好是在案发之前。雪晶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这些是什么？这些照片不是我的。那是谁的？你要相信我，爸从来没有跟你说过一句谎言。你还需要多少证据才愿意承认？过后不久，我爸失踪了1天，完全失去联系。隔天早上，我决定去大学，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醒醒啊，爸！那一瞬间，在我眼里，一切都变成灰色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
我就讨厌灰色，它让我想起我爸，想起绝望。所以灰色就代表你父亲离开了你。我讨厌不黑不白、不清不楚的灰色世界。有件事我不太明白，你父亲应该没有必要杀了陈丽娜，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？过后有很多种说法，怎么样的推测都有。有人说我爸不希望他们的恋情公开，为了保住名誉就杀了丽娜。反正他们两个都不在了，警方也没有一个定论，案件就成了悬案。你真的相信他是凶手？反正物证都有了，而且如果他是清白的，为什么要自杀呢？不如你把案件的资料交给我，或许我以第三者的身份会看出一些头绪。我叔叔已经重新查过了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才能接受的，我不希望给自己假的希望。其实你是放不开这件事，你是在逃避，所以把这一切都放在灰色里面，刻意讨厌他，跟他划清界限。可是灰色无所不在，你是避不了的。我只希望能抛开对爸的愤怒、失望和怨恨，剩下的是他最美好的一面。生前的人缘蛮好的，他有很多朋友。可是走了之后，却没有一个人来陪他走最后一程，因为所有人都认定他是凶手。他是个杀人犯，这是事实。不。我不认为你爸是凶手。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？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跟你爸闹翻了。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这件事？那时我在追查一宗连环纵火案，查到了疑犯是个男生，正巧是你爸的学生。你爸为了让这个学生有改过的机会，去做了假口供。后来被我查到了，我真的很生气，我跑去责问他。你爸跟我说，这个学生是情有可原的，为了保护一个孩子的未来，值得他这么做。
像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杀人犯？哥，可以吃饭了。好，等我一下啊。还在想你爸的事？其实爸的事，只不过是被我藏在箱子里，放在角落。日子久了，会以为自己忘掉了，可是偶尔触碰到，还是会很痛的，就像是从未愈合的伤口。只要有新的线索，我会一直查下去，一直查出真相为止。爸离开后，你为了要证明他的清白，一直查他的案件，结果你忽略了平时的任务，连工作都丢了。叔叔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你。没有啦，怎么关你的事呢？你一直相信爸是无辜的，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想法。其实我知道你做了这么多都是为了我，因为你希望我能放下这件事。你爸真的是个好人，他永远只为别人着想。你想，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呢？如果说他这么多年都是在装好人，那他的演技真的是神了。我也想相信他，不过我总不能欺骗自己。那些证据都不足以证明他是凶手，连警方也没有定案。哥，你不要像其他人一样，认为你老爸是凶手。喂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我中学的一个好朋友去世了，他是被人杀死的。他是怎么被杀的？我不清楚，不过这件事好像跟一个教授有关。我也听丽娜说过，她好像在跟一个教授谈恋爱。那你知道这个教授是谁吗？好像是姓邱的。我前几天才跟丽娜见过面，她跟我说，她很想不顾一切的公开她跟教授的关系，可是又怕伤害教授的名誉。哥，他谁？你为什么在看这些照片啊？我想重新翻查这个案件。这么突然？你知道吗？邱刚正教授正巧是雪晴的父亲。啊？这么巧？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发现这个案件有几个疑点。邱教授或许不是凶手。当时如果不是我收拾他的遗物，根本都不会发现他的秘密的。当时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丽娜和教授的照片都是合成照？难道他们从来没有合过照吗？接着，
我又找到了一些礼物，听丽娜说过，都是教授送她的。可是我找到了一些账单，证明这些东西全都是丽娜自己买的。过后，我又在她的衣橱里面找到一台手机，看到了很多简讯，全部都是一些她跟教授的情话。当时丽娜买了一台手机，我还以为她是要专程跟教授通简讯，谁知道那些简讯都是丽娜自己发给自己的。事实上，邱刚正从来没有跟陈丽娜通过手机说情话。那些电话、电邮还有社交媒体的记录呢，完全是陈丽娜自己幻想出来的。当时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她的父母，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事实。哥啊，这宗案件都过了那么多年，你突然间想要翻查，是不是因为雪清是邱教授的女儿啊？其实我早就应该查清楚这件事。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是说，我对这个案件真的很好奇，想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么热心帮人家，还说对人家没有意思？哎，小孩子管大人的事，去做自己的事，去。小气鬼。哦。看到的男生的确是你爸的学生，他叫汤荣耀，31岁，目前在大学里当行政职员。单看他的背景，汤荣耀先生，你好，我姓邱，我是私家侦探。我想问你关于李爱琴的事情。警察有来问过了，你们还想知道什么？李爱琴失踪前，你有没有见过她？没有。我跟这些宿舍女生没什么交流。那天我看到你在女生宿舍，为什么你会在那里？我有时需要处理宿舍的事务，所以偶尔会去宿舍看看。最近这里附近啊，有人性骚扰女生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那是谣传，根本没有这回事。9月3号晚上，从11点到凌晨1点这段时间你在哪里？你这问是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做了？你为什么反应这么大？是不是心里有鬼？你们不是警察，你们没有权利盘问我。汤先生，你不认得我吗？我爸是邱刚正教授。那又怎样？我只想问一问关于我爸的事。什么事？案发当时，有人上载了一段录影到网上，看到我爸走向女生宿舍，那是你拍的吗？你不要误会啊，我只想查一查案发之前我爸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。他好像有点烦恼，走得比较匆忙。为什么你会在女生宿舍外面？那时我要回男生宿舍，刚好经过那边。你怎么会拍到这段录影？我喜欢摄影，习惯性乱拍。我看到邱教授走进女生宿舍，就拍了下来。对不起，我要去开会。汤荣耀那时碰到邱教授，我觉得不是巧合，在说谎吧？我也觉得他在隐瞒什么。他在女生宿舍外面，一定有另外一个目的。案发之前啊，他也在现场附近，或许他才是真正杀死丽娜的真凶。当时我爸跟丽娜在一起，怎么可能被他杀呢？难说。这汤荣耀看起来有点猥琐，而且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有古怪。这些照片是从我爸的办公室找到的，有一些是用针孔摄像机拍下来的，
这些照片和这段录影取景方式很相似，感觉是一个偷窥者的视角。肯定不是你父亲拍的，会不会是汤荣耀？那为什么会在你爸的办公室里面出现？是从黄丽杰的房间找到的。你偷偷复制了女生宿舍的钥匙，在他们的房里装了针孔录像机。原来你是个变态的偷窥狂。这是一场误会。什么误会？人证物证都有了，你最好说真话。OK， 我承认，都是我做的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，求求你们不要报警啊！我问你。这3名女生是不是被你性骚扰过啊？没有啊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啊。你还想否认？她们被你拐走，然后被你杀了，是不是？我哪有杀人？我只是偷看他们罢了。这些照片都是你拍的，那为什么在我爸的手上？那时我很喜欢陈丽娜，所以就暗地里的跟踪她，偷拍她。邱教授发现了，要我把照片交出来。荣耀，你是个很优秀的学生，我一直都很看好你，但是我真的不敢相信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压力很大，我只能这样做，才能疏解自己的压力。你为了疏解自己的压力，却去做出伤害别人的事。太不应该了，邱教授，我求求你，不要说出来，不然我会被学校开除，那我的奖学金就泡汤了。好，我给你一个改过的机会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去接受心理辅导，要努力改掉这个癖好。我一定会改过的，谢谢你，邱教授。邱教授给你改过的机会，可是你死性不改，还变本加厉。我真的很努力了，可是还是抵抗不了这种欲望。当时你是想偷拍陈丽娜，所以才会拍到这段录影，对吗？当时很晚了，我看到邱教授还走去宿舍，就马上拍了。我想拍他跟丽娜幽会，然后公开他搞上女学生的事情。那为什么不继续拍呢？不就能拍到证据吗？说！你们答应放过我，我就说给你们听。好，如果你说真话，我们就不会公开你的身份，否则全新加坡都会知道你是个偷窥王。其实，邱教授当时没有进去女生宿舍。那他去了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他没有进去就是了。我看到没有东西拍，我就离开了。那你有没有拍到他继续走开的画面？我剪掉后面那一小段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救命！我爸被蒙上杀人罪，他还自杀。我只是想吐一口气，我没有想到会这样严重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我哥哥是被你害死的，你是凶手，你杀了陈丽娜。
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他虽然是变态狂，但应该不是凶手。那段录影还存在吗？在，还在。如果你们不报警，我会给你们的。你还敢讨价还价？今晚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。有件事我想问你啊。你这么坚持，人性本善，那是不是因为受到你父亲的影响啊？自小，我爸要我抱着这个信念，他说人会继续活着，都是因为希望，所以他要我的人生充满希望。你父亲当初受到这么大的误会，他还坚持帮汤荣耀保守秘密，不说出照片是他拍的，可见得你父亲是一个品格高尚、注重信守的人。像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是凶手呢？这些年来，我一直为这件事感到很困扰。今天终于知道那些照片不是他拍的。我当时不相信他，他一定很难过。老实说啊，我真的是很敬佩他，不过我无法认同他教坏了你。你想说人性本恶才是对的？因为你之前啊都认定你父亲是个凶手，难道你没有动摇过你的信念吗？就算他是凶手，也不代表他的本质是丑恶的，这跟我的信念完全没有冲突啊。要打败你真的不容易啊。当然。我说真的，不管这件事情的结果怎么样，我都希望你可以正式跟你父亲道别。还是你根本就不愿意跟他说再见呢？以后再说吧。好，晚安。拜拜。这个女的叫陈丽娜，最近被人杀死了。这个我知道，是最近发生的校园藏尸案。这个男的叫邱刚正，他是大学教授。我要你们查出证据，证明他是凶手。丽娜是我妹妹的好朋友，绝对不能让她死得不明不白。亲爱的你归西，我已不认识你，站在面前却疏离，遥不可及，眼睛嘴巴是你，声音动作也像你，可惜心却换了心，隐藏得很用力，生活像一个监狱，关系像一种苦刑。最初那些美丽，怎么变得面目狰狞？两个伤了爱情的罪犯，毁掉对方疼爱自己的模样。谁绑架谁的梦想，谁偷走谁的喜欢？这荒唐竞技场爱。